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南风知我意首播评价出炉了，观众的评价居然一针见血。父辈的荣耀在豆瓣上获得了 8.7 的高评分，甚至一度超过了人世间，可谓是央视年代剧中的又一佳作。蜂巢这部谍战剧积压了多年，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与之相比，在他之前播出的都市剧《骄阳伴我》却在黄金时段失利。显然，纵使是顶级明星，如果剧本不行，也无法抵挡数据的冲击。又一部新剧登场了，而且刚开始就出现了激动人心的高潮。诚意的《莲花楼》在豆瓣上获得了高达 8.2 分的评分，甚至在网播后被央视选中并上星推荐。然而，《南风知我意》作为他的另一部作品，无论是关注度还是口碑，都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压。评论区展开后，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差评声浪。时尚潮流超越其质感之外，开头让人捧腹大笑，狗的性格都比他更出色。剧情陈旧，演技令人失望至极，太不美观了。已经积压了3年以上，一眼就能看出。观众的激动情绪无法掩饰，甚至有人敢于使用谐音梗答辩来表达。这个比喻确实十分贴切，但更尖锐的评论还在之后。观众对《南风知我意》的糟糕程度心知肚明，仅播出5集就引发了大量观众弃剧的呼声。青春时期，许多女生都会有一本特别陪伴她度过学生时光的杂志，而《南风知我意》的原著作者正是当年备受瞩目的艾格杂志编辑之一。而这本小说恰好是在那段时间连载的一篇非常受欢迎的文章之一。这部剧情紧扣青春疼痛文学的虐恋风格，故事中有一个受伤的残疾总裁和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医学生，最后女主角成为了一名无国界医生。原著小说通过逻辑紧密的情节让读者陷入无尽的痛苦与悲伤，经过影视化处理后，完全重新改变了原貌。我甚至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，当我点开正片的时候，药物研发员的身份已经归属傅云深，而外科女医生的职业则落在了朱柩身上，使得双强的角色再次变为男强女弱。男女主前面经历了长达20分钟的铺垫，最终终于见面了。这个相识的场景让我感到非常尴尬，以至于我脚趾头都要抠的了。在机场，男性和女性主人分别排队接受安全检查。女性主人并不了解每个航空公司的规定各不相同，她自己的背包也需要托运。这部电视剧居然是在2021年拍摄的，简直让人惊讶到无语。你竟然背着如此庞大的包裹，还打算登机携带它，即使不知道规定，难道不会事先查一下吗？随后，他扭头朝旁边瞥了一眼，径直走向男主前面的助理，毫不客气地开始拽拉他。没看错，他居然要求对方帮他搬运一些行李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助理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唯独男主坚决拒绝了这个请求。这部电视剧可谓是又一部男主角聪明过人，其他角色却个个不够机智的作品。他礼貌地拒绝了助理，随后扫了一眼男主角，并毫不犹豫地走向他，紧紧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朱柩是我的名字，非常高兴见到你。请放心，我绝对不是任何形式的骗子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向你展示我的护照。他明确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了，我真心请求你帮我一点忙，我并非虚伪之人，请你多多考虑一下，拜托拜托。他的尴尬感已经透过屏幕传达到了我，若我在场，恐怕会将他视为精神状态有些异常的人。他之前也许没有给人骗子的印象，但是一旦他说出了这些话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定他就是一个骗子。此时，
男主再一次说出了那句典型的偶像剧霸总必说的名言：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我与您并不熟悉。这对人的对话真是有趣。男主声称不愿意提供帮助，而女主则自称为猪舅。随后男主又表示对女主一无所知。你有什么关于城门楼子的问题吗？可以和我交流一下。女主接着就像是在模仿王宝强在《人在囧途》中的操作，这一招实在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剧情老套，男女主角精神状态异常，对白俗气至极，甚至还改编了原著小说。我的说你这位导演兼编剧真是有些冒昧啊。程毅虽然是一位顶流演员，而张雨绮也是一个知名的年轻女演员，但是当这两个人合作拍戏时，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，仿佛什么都无法欣赏。女主角张雨绮情绪变化表面化，平淡无奇。对于电力中断，女主角张雨绮有着心理阴影，一旦回忆涌上心头，她只能以某种方式来应对恐惧。不熟悉的人可能会误以为她闭着眼睛喘粗气是因为肝脏疼痛。尽管程毅的表现还不尽如人意，但张雨绮虽然演技平平，却拥有出色的颜值和良好的皮肤状态。即使没有滤镜，也只能看到一些轻微的下眼袋细纹。作为偶像剧的主要男演员，可程毅的颜值真的让我叹为观止。说实话，我对他故意将嘴唇涂白以突出角色的虚幻形象并没有异议，但并不是因为嘴唇白就能证明演员没有爆看，至少他没有画丑。让我们一同观察网友们齐声呼应的反馈。男主的台词总是从他的嗓子里轻哼出来，有时也挤出牙缝间。每天都被粉丝这样评论，希望男主不要再演帅哥了。男主的外貌太丑，演技糟糕，台词也很差。他好像两根木头在背台词。难道男主的嘴被强力胶502给粘住了吗？网友们对于流量来演偶像剧的颜值和演技提出了很多吐槽，他们似乎不再对这种情况忍受。无论是哪个题材，观众已经习惯了演员们撅嘴的表演。南风知我意同样如此，他明明只需要做出吹的动作，却直接将嘴巴凹成 O 型。事实上，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撅着嘴，像吹口哨一样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张不开嘴的动图吧。他在说话时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状态，连表情也高度雷同。然而，问题是他的原声台词并没有展现出什么优势，一开篇就让我对演技感到非常好笑。他心情沮丧和愤怒，拼命地砸自己的腿，却无法感受到用力的结果，就像是一个没吃饱饭的小孩在砸桌子一样。而张雨绮在一旁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无缘无故地向女主演投降了。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，能够将这个片段演绎得如此滑稽可笑。没想到傅辛博的出现竟然不仅没有让这部剧雪上加霜，反而以他的仪态、颜值和演技完全压倒了其他演员。真不知道导演在拍摄时是否感到尴尬。当前的国产剧市场已经对浮夸的偶像剧失去了吸引力，即使《南风知我意》被积压了3年，也无法掩盖其糟糕的质量。即便是放在10年前，这部剧可能也不会有市场。我的人间烟火大翻车后，骄阳伴我的成绩也一般，明显地显示出人们更喜欢接地气、有代入感的作品。